我军在登陆作战演习途中，075型2栖攻击舰却出现在南海，是在释放何种信号？台专家如此回答：近一段时间，我军进行了各种关于登陆作战或者打击海上目标的各种演习。然而，在演习的过程中，我军的075两栖攻击舰却出现在了我国南部海域。有消息称，我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于今日再次出海进行海试。随后，有网友在南海拍摄到了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照片。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075两栖攻击舰上似乎载有直20海军版直升机的身影，并且在075两栖攻击舰的船舷处还有解放军战士在此站岗。值得注意的是，075型两栖攻击舰能够从沪东船厂出航，前往南海进行训练，并有解放军站岗这一举动，很可能就说明了它已经具备了作战能力，即将交付于中国海军。据了解，075型两栖攻击舰是我国设计的首艘大型两栖作战舰船。它在执行诸如岛礁作战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比船坞登陆舰更大。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配合航空母舰编队，在远海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填补我国在两栖作战领域中的一项空白。那么，它出现在南海的这一举动，又向外界释放了哪种信号呢？目前，我国周边的局势有些动荡，一些居心叵测的国家频繁煽动我国与对岸之间的关系，导致双方之间变得有些紧张。对岸在受到美国等国家支持之后，开始变得有些蠢蠢欲动，所以我国不得不频繁大秀肌肉。通过这些军事演习，我国不仅能从中获取到一些作战经验，以备不时之需，还能让周边一些地区看到我军两栖登陆作战的能力，以此起到一个震慑他们的效果，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对岸看到了我军的075型两栖攻击舰后，又有何感想呢？此前有报道称，对岸军事媒体的一名编辑表示，如果有2到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集结到相关地区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针对对岸进行军事演习。不仅如此，有台专家披露称，解放军的075型两栖攻击舰甚至比航空母舰的威胁还要大。由此可见，对岸对我军的075型两栖攻击舰还是有所忌惮的。不得不说，近年来我国海军的两栖登陆作战的实力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我军也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装备优良、经验丰富的两栖作战部队。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的话，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解决了。并且，如果我们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话，世界上其他国家就会对我们刮目相看。毕竟，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发出一件黑科技装备，为啥说能让我军人人化身飞行军呢？在《游击队之歌》里有一句令人耳熟能详的歌词：“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句歌词原本是形容我军游击战士在艰苦环境下依旧能灵活行军的勇猛。不过，我们都是飞行军，或许要在物理意义上成真了，因为中航科技最近寄出了一件黑科技产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11月10号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航天科技集团医院14所系统研发部研制了一款飞行滑板车。这款飞行滑板车可以用于个人快速低空飞行，并且它还能用在复杂地形、人员搜索与急救、高空作业以及消防救灾等方面。不仅如此，这款飞行滑板车还能够作为无人机投放平台，在货物自动投放、应急支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了解，该飞行滑板由控制系统、动力系统以及结构系统3大部分组合而成，它的载重量为160斤，航程为20公里，能让单兵最高能够飞行到1000米左右的高空。但是它主要用于在100米以下的低空中飞行。那么问题来了，这种飞行滑板车是如何实现载人飞行的呢？通过官方媒体报道的图片中可以看出，飞行滑板车的底部装有5个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具备矢量摆动和转动功能，并且它还采用冗余射气，即使其中有一台发动机失去了作用，该飞行滑板车仍然能够正常飞行。这5个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运转时所需的燃料来自于操控者背在身上的燃料背包。等到飞行滑板车飞行到一定路程之后，直接从包里添加燃料后，就能够继续飞行。据了解，飞行滑板车上的涡轮系统由涡轮控制器和操控手柄组成，驾驶人员只需要站立在滑板车上，利用重心综合调控，就能完成飞行滑板车的稳定控制以及飞行状态保持。那么，航天科技集团医院14所系统研发部研发出来的这款飞行滑板车的前景又如何呢？有分析人士称，该装备虽然让人感到非常棒，也有很大的前景，但是它还是拥有几个缺陷。首先就是它的续航能力与重量之间的矛盾。
由于这款飞行滑板车载重量为160斤，也就是说，一个体态偏胖的就无法使用这款飞行滑板车。一个形体正常的男子，如果背上燃料背包的话，就很难使用该滑板车，除非不在乎该滑板的续航能力。其次就是它的操纵问题，因为这件高科技产品出来后，不少人对它的操纵方式感到陌生，如果对其操纵经验不熟练的话，那么很容易发生危险。还有值得提起的一点就是，由于该飞行滑板车的造价非常昂贵，所以它很难进入平民市场。不过这件装备等到续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还是很值得期待的。等到科技越来越发达之后，它的制造成本很可能会下降，这样一来，飞行滑板车就有望进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届时中国的交通堵塞问题将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不得不说，科技的进步的确给人类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美军航母将与印军航母联合演习，又在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帮助印度合作有3个目标。环球网消息，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报道，隶属于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目前已经离开了波斯湾，它将与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开展联合演习。据了解，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之前在波斯湾部署了2个月，目前它正在去往参加马拉巴尔2020演习第2阶段的路上。随后，印度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目前，印度斯坦时报称，马拉巴尔2020演习第2阶段将于2020年11月17号至20号在印度果阿邦附近海岸举行。在此期间，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将会与印度海军的维克拉姆蒂亚号航空母舰一同演练。由此可见，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与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越来越近，并且美国方面也积极地在军事领域中帮助印度。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印度军方紧急向美国采购了 1.1 万套士兵防寒服装。虽然说这批防寒服装备中有不少是美国士兵已经高度使用过的二手货，甚至有的装备多年以来都没有被清洗过，带有非常重的汗馊味，基本上无法正常使用。但是印度方面的不满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毕竟美国方面还给他们送上了一份大礼。近日，美国与印度之间签署了一份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这份协议签署完成后，美国军方将能够向印度军方提供美国获取的空间以及地理情报，并且美国方面还能够帮助印度提高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等武器的打击精度。前不久，印度方面试射失败的无畏级巡航导弹，很大可能就是因为导航系统出现了问题。有了这项协议后，这些问题将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并且还准备向印度出售 FA-18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但是令人疑惑的是，美国方面为什么要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印度，并加强军事合作关系呢？为此，有分析人士称，美国此举是一箭三雕。首先，美国拉拢印度是为了早日达成他们重返亚太的目标；其次，是为了遏制周边大国的发展；紧接着就是为了挤压俄罗斯的军火市场；最后，还能通过军售在印度赚一大笔钱。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此次军售，可以显著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对增强其影响力有着不小的好处。不得不说，印度此举是在玩火自焚。那么，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军事演习是在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俄罗斯与亚太相关国家对此又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印度媒体在宣传不实的撤军方案后，中国的一个举动却让印度民众感到担忧，这是为什么呢？印度专家作出解答。印度媒体在宣传不实的撤军方案后，中国的一个举动却让印度民众感到担忧，这是为什么呢？印度专家作出解答。近日，印度方面对他们的公民公布了中印边境地区的撤军方案。环球网消息，据印度时报报道，中印双方很可能会从班公湖北岸开始撤离，中国解放军将会撤回到第8指以东的阵地。据了解，班公湖的北岸有8个类似于手指一样的山脊地区。在此之前，印度媒体一直声称中国解放军占领了班公湖地区的第4指至第8指的区域，反观印度军队则向西边撤回至第2指和第3指之间。然而，就在印度方面公布这一撤离方案后，中方的消息人士却指出，印度媒体的报道并不准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我国媒体报道，中方的消息人士披露，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第8轮军长级会谈的氛围非常不错，但是印度媒体所报道的撤军方案并不准确。中印双方的撤离点是位于班公湖的北岸还是南岸？怎么撤？撤多少？一直都是双方会议谈判的重点。显然，印度媒体这是为了释放出一半真一半假的消息，来展现自己的强硬态度，渲染他们国民的情绪。
然而，就在印度方面为撤军方案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国在洞朗地区的一个举动引起了不少印度网友的担忧。根据2020年10月份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的建筑工人已经在洞朗地区修建出了一条长约500米的隧道。就在印度民众对此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印度的军事专家表示，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修建新隧道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冬季不会限制进入洞朗地区的道路。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以及天气的原因，在漫长的冬季里，洞朗地区会被大雪完全覆盖。这样的话，中国军队想要进入该地区将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所以中国方面才会再次修建隧道。由此可见，我国对待这件事的态度非常强硬，立场也非常坚定。如果印度方面耍无赖的话，我国很可能会与他们对峙到底。毕竟我军在该地区的物资充足，即使出现了物资紧缺的情况，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将物资运送到该地区。反观印度则不一样，当地的印度士兵过冬物资非常紧缺，并且运送物资的道路也十分崎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向美军购买的过冬防寒服中，有一批已经经过了高强度使用，磨损非常严重，导致印军一度无法正常使用，所以他们能否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一个问题。